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我生日当天，女朋友送了我一个最大的惊喜，喜提绿帽子一顶。许家清，你要分手可以，以后你可别后悔。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后悔药吃，我怎么会后悔呢？我只会让你知道后悔药到底是苦是甜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半夜我睡得正香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不用看也知道是我女朋友的电话。喂，许家清，宝贝，快来接我，我在老地方等你，半小时之内啊，快点，不许迟到。她说的老地方就是最近她经常去的一家酒吧。这段时间我已经去接过她好几次，每次都是半夜，看了眼手机，凌晨2点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穿好衣服，很快就到了酒吧门口。这时候孙梦瑶正好和几个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出来，看到我直接挂到了我的身上，真准时，宝贝。我闻到她身上的酒味，难以抑制地皱了皱眉。还是我们孙梦瑶大小姐有福气啊，男朋友卡着点来接，这大半夜的，你们谁能做到啊？就是，谁都没这福气，哈哈哈。在他几个朋友的调侃下，我小心地把他扶到副驾上，贴心地给他系上安全带。到家的时候，孙梦瑶已经在车上睡着了。我停好车，直接把他抱了上去，给他洗完澡，盖好了被子。老公，还是你好，真乖。孙梦瑶迷迷糊糊地拉着我的手，说完就翻身睡着了。我看着眼前的女朋友，脑子里一时之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和孙梦瑶在一起快1年了，其实刚开始还是她追的我。那时候大学里我从来没有谈过一次恋爱，她是我的初恋。孙梦瑶是那种外表看上去很乖很甜的女生，不可否认，我对这种类型没有抵抗力。不到1个月，我就被她拿下了。大学毕业之后实习，我们直接住到了一起。虽然最近梦瑶经常出去玩出去喝酒，可是我还是爱她的，并且我已经打算好了，等我们实习结束，我就打算和她求婚，告诉她我一直瞒着她的一个秘密，到时候她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其实我们现在在一起实习的公司是我们家的，而董事长就是我妈妈。为了让我更好的锻炼，我妈早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和我约法3章，不许让别人知道你家里的情况，在学校老老实实的好好学到毕业，实习的时候不许让同事知道我是你妈，从底层好好锻炼，以后公司才能放心交给你。我从小就很听话，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女强人的妈妈，所以毕业实习的时候，我被直接安排到了公司，从一个最底层的小职员做起。唯一的条件就是让孙梦瑶也和我一起进公司，毕竟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不想她毕业了还要去外面那些公司面试看人脸色。能进这样一个500强大公司，孙梦瑶一直以为是我们家花钱找了关系，所以开始实习之后对我甚至比以前更好。顺理成章的，我也觉得孙梦瑶是一个适合做老婆的人选，所以我打算等实习结束就和她求婚，并且告诉她一切。第2天是我的生日，下班之后我就去超市买了菜，回家做好了饭等她回来一起庆祝。可惜等到10点了，菜都冷了，孙梦瑶都一直没有回来，手机也一直无人接听。我无聊地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等她，却在翻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条生日礼物，没想到竟然是场艳遇，配图是一个女生的背影，和孙梦瑶在一起1年，就是烧成灰我都能认出来，那个背影就是她。
而发这条朋友圈的人是我们部门的经理，姓杨。我愣在那里，久久不能回神，直到半夜1点，孙梦瑶才回来，满身的酒味，摇摇晃晃地坐在了我身边。她似乎对于我半夜还没睡觉一点都不奇怪。许家清，你都看见了吧？我良久才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日夜相处的枕边人，这个我爱了1年的人。孙梦瑶即使现在喝了酒装花了，也是好看的，娃娃脸大眼睛，一眼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乖很乖的甜妹。可惜一切都没有按我预期的发展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还特地去买了菜，做了一桌子的好吃的，都是他爱吃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坐在沙发上几个小时，我的嗓子早就已经干哑。听到我这样问他，他竟然笑了，笑得异常温柔，还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，就像抚摸一只小狗一样。许家清，别天真了，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残酷、很现实的。虽然你们家花了钱找了关系，让我们都进了公司，可是现在实习都快结束了，我需要继续留下来啊！你以为你还能继续帮我吗？我爱你，你对我也的确很好，可是爱不能当面包，爱是填不饱肚子的，你懂吗？我看着他，看着眼前这个女生，所以你就和那个杨经理在一起了。我拿着手机里的照片问他，他看了眼我的手机，甚至淡定地点了根烟。是啊，杨经理不如你高，不如你帅，还没你年轻，可是他却能让我顺利转正。他答应我了，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就让我们俩都转正。许家清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想要转正，必须靠他了。我看着孙梦瑶，嘴里一句句地说出这些话，一度无语。这他妈的真是离谱到家了。我想实习结束就和他求婚，告诉他公司就是我们家的，可他却绿了我和一个小经理在一起了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孙梦瑶看我没有反应，继续自顾自地说道，我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女孩子，我们家条件也一般，我想转正留下，我想过好日子，我没有错吧？许家清，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的，等我转正后，过几个月我就和杨经理分手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在一起，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我简直傻了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不仅仅被绿了，还要做他妈的地下情人！哈哈哈！孙梦瑶这一刻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有多离谱，多神奇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？孙梦瑶，直到很久之后，我才开口，我成全你们，好好转正，和你的杨经理在一起吧。孙梦瑶看我不同意他的想法，一时之间有点气急败坏。许家清，我可都是为了我们好，就几个月你就不能忍忍吗？我也是为了我们俩的以后着想啊。他说完又继续点了一根烟。忍忍？忍什么？绿帽子都戴到我头上了，还不许我吭声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第一次对孙梦瑶发脾气，第一次这么大声对她说话。许家清，你要分手可以，你可别后悔，这个世界可没有后悔药吃。我忍住心里的怒气，笑着看着他，你也别后悔，祝你们俩幸福。说完我就起身离开。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看这个我们曾经温馨甜蜜的小窝。孙梦瑶，你知道后悔药是苦还是甜的？我冷笑一声。就这样，我和孙梦瑶分手了。在我的生日这天，我们分手了。为了他的远大前程，第二天我就搬离了我们住了快1年的房子，没有了爱情，而且还是初恋。我就开始好好工作，不就是转正吗？公司都是我们家的，可是我要靠自己光明正大的转正留下。没过几天，我就被派了一份外差，
我知道是杨经理特地给我精心安排的，他很显然已经知道了我和孙梦瑶之前的关系。可就在我好不容易拿到合同赶回公司的时候，却被告知合同已经签了，并且已经直接交给了董事长。我冷笑一声，拿着合同直接去找了杨经理。杨经理，或许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。我推开门，直接把合同甩在了他的办公桌上面。外面的同事看到这样的情形，都一个个的往这边瞟。解释？和你一个实习生，我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合同我比你先拿到，就这么简单。出去，出去，别来烦我。你还想不想转正了？杨经理看都不看我，不耐烦的就想把我往外赶。这时候，人事经理也过来了，看着明面上像是在劝架，其实就是想把我赶走。小许啊，年轻人不要这么冲动，和领导说话哪有这样子的？快和杨经理道个歉。我看了看眼前这两个同台唱戏的人，不禁觉得可笑，转身就走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同事们好像一下子也嗅到了办公室的风向，开始对我冷嘲热讽。我答应了我妈实习结束前不能让公司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面对一切我都忍了。下班后，我正准备开车回家，就被孙梦瑶挡住了。许家清，你有什么火气你冲着我来？你和杨经理发什么火？你这不是让他在同事面前没面子下不来台吗？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追我的女生，怒极反笑。孙梦瑶，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？我让他没面子，你搞清楚再来兴师问罪好吧？看着他，我只觉得越来越陌生。难道曾经的那些甜蜜，那些表现出来的恩爱和乖巧都是伪装的吗？曾经为了等我下课一起去吃饭，他可以在冬天等我整整2个小时。曾经为了我一句想吃蛋糕，他可以半夜起来给我亲手做蛋糕。才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，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变得如此面目全非？我被他打动了，爱上了他，可他却为了一份工作背叛了我。这个世界还真是搞笑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这样万一影响我转正怎么办？哈哈哈！说到底，原来还是为了他自己。果然，人都是自私的。麻烦你离我远点，和你的杨经理好好在一起，别烦我，恶心我。孙梦瑶一脸的不可置信。许家清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以前你从来不会这样对我说话的。听着他自以为是的话，我简直快疯了。我差点没忍住把我真实情况说出来，让这对狗男女后悔，不再管他。我直接一脚油门开车走了。孙梦瑶却还在后面冲着我大喊大叫：许家清，不许你以后那样对杨经理，你会后悔的。第二天一大早刚到公司，就听见杨经理在那叫。没办法，实习期间我一直得在他手下，躲也躲不掉。大家今晚下班都不要走啊！为了庆祝项目的顺利签约，今晚我请大家吃饭。说完还故意走到我面前，冲着我假假的笑了笑。小许啊，晚上你也一起来。年轻人不要这么大气性，对你自己没好处的。还没等我开口，同事们一个个的就开始恭维杨经理，还是我们杨经理大气，一请吃饭就是人均400-500的大饭店。就是，今晚我们可要有口福喽！杨经理大气，杨经理大气，谢谢杨经理。我看着眼前装模作样的杨经理，直犯恶心。就你也想故意把我踩在脚下？你也配？等我实习结束，我就让你们知道谁才是大小王。那当然，杨经理请客，我当然会去。我皮笑肉不笑地回应了一句。晚上下班后，我就开着我的小破车来到了饭店。
其实我们家有好几辆高档车，可我答应了我妈，不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。作为一个实习生，我自然暂时只能开这辆家里买菜的车。刚下车到饭店门口，就看到同事们都围着孙梦瑶，还是我们梦瑶有福气啊！刚来公司2个月就被我们杨经理拿下了。那可不，我们梦瑶和杨经理那可是郎才女貌，好吧？就是，恭喜啊！原来是借着晚上吃饭的机会，顺便把恋情也给公开了。我们公司一向比较开放，并不反对办公室恋情，只是一开始我和孙梦瑶都只是实习生，怕被议论，就没有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。我不想参与他们，就站在旁边没有说话。可惜那个杨经理不是这么省事的，他看到我就大声地和我打招呼：“小许，你还真来了，我还担心你不会来呢。”我看了眼杨经理，又扭头看了看孙梦瑶，并没有打算理睬他们。就在这时，杨经理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奥迪的车钥匙，递给一个新来的同事：“小李啊，去帮我把车停一下。”这时候，同事们看到杨经理手里的新钥匙，不禁又开始恭维：“杨经理这么快就换车了，真是年轻有为啊！”就是，我们梦瑶真是有福气啊！杨经理听着大家的吹捧，不禁哈哈大笑，然后搂着孙梦瑶的腰，扭头问我：“小许啊，你开车来了吗？开的什么车啊？”我淡定地看着他，从裤兜里也掏出我的车钥匙。现代是吗？我还以为你们家条件不错呢，没想到开了辆破现代啊！那就别戴这么贵的手表了，显得多虚荣啊！我抬手看了看自己的手表，这是我妈为了庆祝我顺利毕业给我买的手表，50多万。不过为了更符合现在我的人设，我一直告诉孙梦瑶，这个手表是高仿的，才几千块钱而已。其实作为一个男生，我对于这些奢侈品并没有感觉，再加上从小见得多了，并不觉得有什么。听到杨经理的话，同事们纷纷看向了我的手表，小李还故意凑近看了看：“这是高仿的吧，小许？你还别说，仿的好像还挺真的。我记得这个正品要好几十万呢吧？”听到小李的话，再加上杨经理的态度，同事们哪有不清楚的？于是大家都开始对我冷嘲热讽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是虚荣，戴一块假表，以为自己就能做人上人了，就是还不如我这几百块的真表呢。”这时候，人事部的经理也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小许啊，年轻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啊，知道吗？追求这些太虚荣了。”看着眼前这帮为了讨好杨经理的人，我简直是又一次开了眼界。这些人，我会一个个的记住你们的。等我实习结束以后，掌管了公司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才叫拜高踩低。走吧，走吧，大家去吃饭了。看着我被大家奚落的差不多了，杨经理摆了摆手，招呼大家进包间吃饭。孙梦瑶自然是和杨经理坐在主位，接受大家继续的吹捧，而我只是坐在门口的位子上。但是我不在意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都还回来的。可惜事与愿违，这个杨经理显然没有让我安心吃饭的意思。他拿起酒杯就准备敬我一杯：“小许啊，虽然梦瑶她现在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谢谢你啊。正所谓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没有你，或许我还遇不到梦瑶呢。”说到这里，大家纷纷目瞪口呆，原来小许是梦瑶的前男友啊！整个包间里瞬间都安静了，大家都一脸吃瓜的看着我。我实在是很烦应付这样的场合。见过绿茶，男版的绿茶我还真是第一次见，
而且年纪还这么大了。还没等我开口呢，我们人事部经理就说了：哎呀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可见我们杨经理多优秀啊，简直是一表人才，人中龙凤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杨经理年轻有为，同事们纷纷附和。可就在这时，公司里一直默默无闻的一个男生拿着手机站了起来。我的天，小许，你这块手表竟然是真的！他拿起我的手表，仔细观察比对。听到这里，孙梦瑶忍不住了：怎么可能？许家清什么条件我最清楚了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几十万的手表啊？可那个男生还是继续看着，然后信誓旦旦地说道：这块手表的确是正品，我敢保证的。怎么可能？孙梦瑶的声线都不禁抬高了。我才不信你会这么有钱，你们俩合伙的吧？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可是孙梦瑶没注意到，这个时候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先不说我手上的手表到底是真是假，他这副急切的模样，还有他说的这几句话，一个拜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了。这个时候，杨经理黑沉着一张脸，把孙梦瑶拉着坐到了位子上，而同事们对于我的态度很明显好了很多，甚至还有人说怕我坐在门边不方便，还要和我换位子的。接下来的整场饭局，大家都没怎么开口说话，而杨经理几乎没怎么吃，最后硬撑着去买了单。看着孙梦瑶的样子，大家都嗤之以鼻，背地里也开始议论纷纷。孙梦瑶气愤地白了我一眼，心虚地站在了杨经理的身后。直到饭局散了，我回家之后，我竟然接到了孙梦瑶的电话。这是我们分手以来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。许家清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今晚为什么这么让我难堪？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回答。他见我不说话，继续追问我：你那块手表难道真是几十万？你家里不是没什么钱吗？你怎么会买得起那么贵的手表？真他妈的恶心！这一刻我感觉我的初恋，我的时间简直是喂了狗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把他拉黑了。自从那晚的饭局之后，我和孙梦瑶还有杨经理的关系渐渐地开始明朗化，而同事们碍于杨经理的职位，表面上也对我十分冷淡。可是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也都摸不清我的底细，私底下对我却是客气了很多。晚上快下班的时候，我和几个同时进公司实习的同事被一起叫进了杨经理的办公室，当然也包括孙梦瑶。推开门进去，人事部的经理也在。原来这是要宣布谁走谁留了。大家进公司实习已经满3个月了，有目共睹的，有些同事做的是很不错的，但是极个别的并不让人满意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宣布一下能够继续留下来的名单。杨经理坐在办公桌后面，趾高气昂地看着我们，而孙梦瑶则是一脸胜券在握的模样。我知道，就冲着杨经理这副小人模样，我应该是要被淘汰了。果然，留下来的人里面没有我的名字，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被淘汰了。这时候，杨经理还不忘挖苦我：小许啊，其实你的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你的人品不太行，和同事关系也处不好，人呢又比较虚荣，所以你不能继续留下工作了。我简直是要被气笑了。我虚荣？我人品不行？杨经理，我哪里虚荣了？就因为我戴了块名表，而且你说我和同事关系处不好，你说说是哪个同事和我关系不好？难不成是你的女朋友孙梦瑶？这时候，人事部经理站了起来，打住了我的话：小许啊，杨经理毕竟是你的领导，你就这样和你上级说话，真的是没有礼貌，没有教养。
就你这样，怎么能继续留在我们这样的500强公司？杨经理也附和道：是啊，平时对领导就这么没有教养，这以后要是出去谈合作公司，怎么放心把工作交给你？你还是好好反思反思自己吧，年轻人。他们俩就像唱双簧一样，简直把人看得目瞪口呆，我都差点没忍住拍手叫好。我看了看一旁幸灾乐祸的孙梦瑶，指着他就问杨经理：那么请问孙梦瑶凭什么就可以转正留下来？就凭她成了你杨经理的女朋友吗？你瞎说什么？杨经理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我不禁冷笑。我瞎说，要不是你答应给他转正，他孙梦瑶会看得上你？你们俩还真是般配啊！我慢悠悠地看着这对狗男女，我因为一份破工作被初恋绿了，现在还因为一个男版绿茶要被自己家的公司开除，真他妈的搞笑死！从我们谈恋爱以来，我自认为对他孙梦瑶100%顺，甚至在我被绿了以后，我也没有在公司在同事之间说他半句不好听的。我仍然努力的工作，只想凭借自己的本事留下来，而不是靠背景。只可惜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不顺眼，不把我踢出去，他们誓不罢休了。是啊，我哪里做错了？我唯一错的就是太能忍了。我找了张椅子坐下，好整以暇地看着这群小丑。这个公司看来是谁有权利，谁的职位大，谁就是老大了，是吧？那当然，不然你以为呢？杨经理轻蔑地看着我笑了。行，既然如此，那直接给董事长打电话。杨经理听到我这么说，忍不住直接笑了，哈哈哈。小许，你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啊？还要给董事长打电话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真的是要把人笑死。连人事部的经理也附和道：是啊，小许，就算你找到了董事长也没有用。就在他们都幸灾乐祸的时候，我慢慢地拿起手机拨通了我妈的电话。喂，妈，你下楼来一趟。这一下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笑了。小许，你是不是气得脑子短路了？喊妈，你妈是董事长，你怎么想得出来的？是啊，真是什么话都能编得出来。赶紧收拾收拾，快离开吧，别惹人笑话了。哈哈哈，你妈是董事长，我妈还是省长呢。就在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开了，董事长，也就是我妈，带着几个经理走了进来。这么热闹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妈看了我一眼，扭头问大家。哈哈哈，没事，董事长，我们就是在笑小许，他和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你儿子呢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们了。是啊，他的确是我儿子。话音刚落，整个办公室突然像被按了暂停键一眼，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大家都张大了嘴巴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董事长。妈，杨经理他说要开除我。我走到我妈身边，指着杨经理说道。杨经理吓得赶紧站了起来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被吓得不轻。我妈看了眼杨经理，问道：那么开除我儿子的理由呢？这时候人事部经理直接吓得瘫坐在了椅子上，满脸的汗。董事长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对，没错，有误会。哦，那你说说是什么误会？我妈直接走过去，坐在杨经理的位子上。妈，杨经理说我和同事关系不好，还说我戴手表，说我虚荣，说我没礼貌，没教养，是吗？这个时候，杨经理已经早就被吓坏了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而孙梦瑶则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把你安排到公司实习是要你来锻炼的，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，还让人指着你的鼻子骂你没教养？我妈看似是在指责我，实则一直盯着那个杨经理。
没有没有，没人说小许没有教养，听错了，肯定是听错了。杨经理边擦汗边低头哈腰的解释，谁让人家女朋友要转正呢？就只能把我开除了。女朋友？谁是你女朋友？杨经理，我妈慢慢的开口问道，气场强大。谁？我没有女朋友，都是以讹传讹。我没有。这个时候，瘫坐在一旁的人事部经理一下子跳了起来。董事长是孙梦瑶，她是杨经理的女朋友。我可没有说要开除小许啊。他赶紧表忠心，我倒要看看，在我自己的公司，谁还能把我的儿子给开除了？简直是笑话。这时候，杨经理已经被吓得快要站不住了，一直低着头说没有。我妈看差不多了，就站起来和我说，几个月的实习也差不多了，明天开始你就直接到我身边来跟着我，以后这个公司还是要你做主的。我点了点头，就送我妈出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妈已经不需要再和大家介绍我，事态很明显。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同事几乎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有些平时跟着杨经理给我穿小鞋的，都低着头不敢看我，生怕我报复。看着眼前这些演戏的人，我实在是累得慌，所以我直接就准备先回家了。毕竟明天上班我就不在这一层了。到家没多久，门就响了，不出所料是孙梦瑶。许家清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和那个杨经理在一起的，可我也是没办法啊，我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，都是我猪油蒙了心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吧好不好？我看着眼前这个我爱了1年的女人，我竟然还想娶她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孙梦瑶见我不肯原谅她，孙梦瑶直接跪在了我面前。我真是只是一时糊涂啊，而且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，我也不会离开你啊，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我真的是又一次见识到了人性，他到现在竟然还能把错拉到我身上，我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想和他多说，拉开他就要关门，没想到他不知道哪来的力气，死死地拉住我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让我回来吧好吗？我再也不会和你分手了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初恋吗？求你了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错了。看着眼前这个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，如果不是知道她的真面目，还真是会被她欺骗。我蹲下身看着她，你不是说过吗？让我分手了就不要后悔，你自己忘记了。听到这里，孙梦瑶直接一把扑到我怀里，是我后悔了，后悔的是我，对不起，我后悔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吧好吗？求你了，我还是爱你的，许家清，我爱你。我冷笑一声，爱？你的爱就这么势利，就这么廉价？孙梦瑶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我是打算实习结束之后就和你求婚的，再告诉你所有的一切，可惜啊，你把一切都搞砸了。听到我说的话，孙梦瑶一脸的不可置信，然后我就狠狠地关上了门，不再管她。这样的女人太现实了，为了一个转正名额就可以把我踢了，和一个经理在一起。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，又来梨花带雨的想要回头，这个世界上哪来的后悔药？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罢了。第二天我再去公司的时候，已经换了一辆劳斯莱斯，而且我直接成了总经理。空降那个杨经理和人事部经理也暂时没有被开除，我只是不想被大家议论我滥用职权。不过即使他们没有被开除，相信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多好过，毕竟人都是自私的势利的。孙梦瑶连着来找了我好几次，她已经被开除了，
有一次甚至直接跪在了我的车前面。许家清，对不起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就当我年纪小不懂事，我也是为了工作啊，不是吗？我坐在车里看了他一眼，为了工作就可以拿自己的感情去换是吗？那你的感情还真是廉价。他哭着跪在地上，脸色憔悴。我最近过得一点都不好，工作没了，房租也交不上，我这也算是惩罚了吧？求求你了，原谅我吧好吗？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许家清，在你和我分手让我不要后悔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孙梦瑶，给自己留点尊严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甩开他，我直接开车走了。他爬起来追着我的车，边哭边追。可惜一切都晚了，一份工作就像一面照妖镜，而且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后悔药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